舅舅泡着温泉唱着歌，突然就被魔兽给袭击了。这只恐怖的魔兽不仅会放火，还会催眠。天空中盘旋着风魔鸟，只要有它在，舅舅就无法使用魔法，而没了魔法辅助的舅舅就是一个脆皮，体力差到爆，跑2步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。莱特和艾加德夫的拦下催眠兽，现在到了检验他们训练成果的时候了。和那家伙手把手领着他们的时代不同，虽然相貌恐怖，但他们也是追随着他的脚步而变强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强大。金文和藤宫一脸欣慰，这2个人很尊敬舅舅呢，连舅舅都不好意思的脸红了。结果下一秒，艾德加就说出了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。沉默是今天静文的家。舅舅躲在厕所黯然神伤，结果他前脚刚离开，2个人就提起了他。静文高兴的拍门，想要告诉舅舅他被夸了，却被舅舅给骂了出去，然后就躲在厕所里不出来了。再说异世界那头，虽然没有魔法傍身，但舅舅还带着符咒，风符咒将他冲上天，火符咒爆破风魔鸟，最后再用冰符咒缓冲落地。舅舅被下坠震得双腿发麻，另一只风魔鸟朝他俯冲而来，突然一道光束从远处射中风魔鸟，舅舅起身对着山的方向招招手。原来刚刚的攻击是精灵的新装备大狙，宝剑的长重穿孔形态，所以他才这么着急去找剑鞘。见舅舅挥错了地方，精灵对着舅舅周围连开几枪提醒他方向，吓得舅舅以为精灵要杀他，赶紧跑了。舅舅调整好状态，从厕所里出来，告诉2人，风魔鸟呼出的气体中有能妨碍精灵活动魔力的成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精灵觉得那鸟太臭了，不想工作，臭到就算风魔鸟灭了也不愿意出来。之后，舅舅又回到了艾莉西亚那边，发现除了艾莉西亚，大家全都变成丧尸了。小姑娘被追得满院子跑，她的魔杖只能治愈心灵和肉体的创伤，这种精神催眠不在治疗范围内。舅舅问艾莉西亚魔杖有没有什么开关，就像精灵的剑一样能发动特殊能力。说着，舅舅拧了一下魔杖顶端，魔杖顶端的部分突然冲上天，随后金光一闪，形成护罩，将丧尸和非丧尸分开罩住。舅舅情急之下把艾莉西亚扑倒在地，问他现在能不能解除催眠。艾莉西亚红着脸表示，这需要他保持心境平稳，所以舅舅能不能别一直盯着他。舅舅这才从艾莉西亚身上起来，偏偏他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静文和藤宫看舅舅的眼神充满了复杂。艾莉西亚施法解除了催眠，结果一扭头，催眠兽已经朝他扑来，2个勇者吓坏了。没想到艾莉西亚在瞬间矮身躲过，力速双 A 弱女子一拳把大猩猩打出10米远。不会打拳的剑士不是个好神官，当然不是因为艾莉西亚天生神力，而是魔杖强化魔法的副作用，将同伴的招式同步给了他，再加上神明的力量加成，这下真成勇者了。大猩猩见势不妙，撞开围栏就跑，缺口处涌进了一群烈焰兽。不过没等勇者小队表现，魔兽就已经被锁链捆在了原地。没错，舅舅出手了，用炫酷的水魔法将魔兽全部绞杀后，又降起了大雨灭了火。之后舅舅布置结界堵住了旅馆的缺口，温泉豁然开朗的视角让旅店老板喜出望外，开发一下煮酒观日出的项目，他们这么穷酸的旅馆终于能赚钱了。之后舅舅又去泡了温泉，不过在魔兽纵火之后，男女浴场的分割就消失了。静文和藤宫有幸看到了艾莉西亚的尸身诱惑，难得良好的舅舅见艾莉西亚过来马上捂脸。艾莉西亚说自己穿着衣服，结果他走过来的时候，衣服带子被木桩勾走了，等到了舅舅面前当场走光。艾莉西亚害羞的裹着衣服蹲下，舅舅飞速将这件事记在小本本上后消除记忆，这手速简直无人能及。舅舅看到这一段记忆时突然流了鼻血，当然不是因为瑟，而是消除记忆被唤醒的副作用。等艾莉西亚穿好衣服，发现完全忘记这回事的舅舅没有任何反应，还以为舅舅对她这样的小女生不感兴趣，结果舅舅一开口说自己才20岁，甚至出生月份都比艾莉西亚小。艾莉西亚当场自闭，舅舅居然没有到30吗？这张脸也太显老了吧。艾莉西亚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具体出生月份，她没有9岁之前的记忆。11年前，她最初的记忆是血和马车，她被哥布林用马车抢走了，是莱卡和艾德加村子的警卫团解救了她。之后她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身上只有一张祝贺她10岁的生日画，她最后也没有找到家人。边境的祭司说她为养女，取名为艾莉西亚，这才有了今天的她。对于艾莉西亚来说，记忆非常宝贵，因为她失去了一段记忆，此后的经历都是她的宝藏。舅舅很愧疚，于是对艾莉西亚说出了抹除过她记忆的实情：哥布林大军和走后门攻略迷宫的那2次。艾莉西亚惊呆了，也就是说，消灭哥布林获得勇者称号的人不应该是她，而是舅舅。她自然也想起了舅舅修复封印都市结界的事，认为舅舅才应该是实至名归的勇者。舅舅这次坦白得很彻底，修复结界是因为结界也是他破坏的，他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回归。他试着对结界使出最强的攻击魔法，想看看产生的空间扭曲能否为回归提供线索，但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艾莉西亚不希望舅舅再使用那样的魔法，对别人和自己都不行。他不想忘记舅舅的事，也不希望舅舅忘记他。舅舅想了想，答应今后不再对艾莉西亚使用遗忘魔法，自己也不再消除关于他的回忆。艾莉西亚这才喜笑颜开，他想起舅舅刚才好像消除了什么，舅舅很惊讶，非要追问艾莉西亚自己删除了什么。可是他们刚
刚约定好不会忘记艾莉西亚的任何记忆，艾莉西亚非常害羞，总不能直接说刚才是她被看光了。于是她让舅舅闭上眼睛，解开衣服，准备来个情景重现。突然，一道激光击穿结界，落到了一旁的岩石上。舅妈愤怒的攻击，追着舅舅一通乱打。他就出去了一夜，怎么家还被偷了？舅舅抄起鞋，扭头就跑，像是个被老婆捉奸在床的渣男。魔兽袭击，艾莉西亚生气，精灵开枪，简直是地狱一样的经历。腾公和静雯满头黑线，觉得舅舅可能是记忆消除太多，脑子出问题了，让他多保养身体，别动不动就像刚才一样消除记忆。舅舅表示，他刚才没有消除记忆，而是扼杀了自身的感受。不管多讨厌的事，只要不去想，就没有伤害。人越到中年，使用的频率就越高。静雯试了一下，感觉世界恢复了和平。今后无论发生怎样的事，只要有这么个技巧，都能坦然地走下去。